俄境内升起蘑菇云，乌军血战红军村。黎巴嫩真主党通讯器集体爆炸，通讯器从台湾进口。绍伊古闪击伊朗，胡塞首次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洛马第6代无人僚机宣告破产。台湾掏8亿给 M60 8吨延寿，到底值不值？9月18号凌晨，位于俄罗斯特维尔州的托罗佩茨还处在黑夜当中，但很快呢，当地居民就在惊恐之中看到了一轮太阳升起在夜幕中。爆炸产生的巨型火球在空中维持了近30秒，并在之后持续地爆发了多次爆炸。现在已经确认，发生爆炸的俄罗斯导弹炮兵总局所属的第107军械库，该弹药库占地超过5平方公里，长度超过12公里，大约有6个库房，每个储存设施的满载高达240吨，也就是说，参与这次爆炸的弹药最多可以达到14400吨。作为对比广岛原子弹爆炸当量约为13000吨，难怪是能炸出蘑菇云。一位参与了该弹药库弹药搬运的军人在 TG 表示，他的单位花了5天才搬完了一批北韩军援的武器弹药到里面，也就是说，这里是俄罗斯存放着朝鲜刚刚援助的导弹。要知道，普京为了搞到这些导弹，不仅意味着和朝鲜交易了高精尖技术，之后呢，又向朝鲜赠送了447头山羊，没想到一把火全做了烟花。至于爆炸发生的原因，大兵是引用俄罗斯官方的说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9月18号电，俄罗斯特维尔州政府援引州长伊戈尔·德鲁尼亚讲话通报称，托罗佩茨由于防空部队挫败攻击的过程中，无人机碎片坠落引发火灾，正在扑救。果然是战斗民族，对于火灾的定义也是标新立异。然而俄罗斯民众却不买账，他们声称政府欺骗他们，俄军队根本无法保护俄罗斯。虽然莫斯科受到了重重保护，但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却千疮百孔，将军们只关心他们的口袋。腐败的官僚系统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长期处于昏昏沉沉的梦中。虽然这次袭击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后勤系统的又一次重要打击，但在正面战场上，乌军的情况也十分艰难。9月17号，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行动主要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在红军村的东南部，俄军第144摩步旅的成员在乌克兰斯克升起了几面旗帜，表明该定居点已被俄军占领。在东北部，俄军还占领了赫罗季夫卡，并在该地区推进；而在东南部，俄军在诺沃罗迪夫卡以北850米处推进，并且占领了诺沃罗迪夫卡矿和附近的一个废料堆。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个基辅郊外的一所军事康复中心，一名名叫阿列克谢的乌军战士刚刚从战场退下，他遭遇了俄军无人机投掷手榴弹的袭击，导致他左腿和右手几乎被炸断。经过紧急治疗，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愈合。然而，在记者问及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时，阿列克谢表示，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停止战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不再存在了。华盛顿邮报指出，乌克兰人民的战斗意志依然坚定，但面对这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消耗战，军队已显疲惫。拜登政府的支援政策已不符合当前的战争现实，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火力支持，以提升军力至足以体面结束战争的水平。从2022年2月战争开始到2024年4月，美国已经交付的军援总值达到了500亿欧元，而欧洲各国的总和也达到了475亿欧。看似很多，但从 GDP 总额来看，美国23年的 GDP 为25万亿欧元。2年的500亿欧元援助相当于每年0.1%的 GDP， 而欧盟欧元区加上非欧元区和英国的2023年 GDP 总和为17万5千亿欧元。2年的475亿欧元军援相当于每年0.14%的 GDP， 而北约的最低标准呢是国防预算占 GDP 的2%。尤其是对于欧洲来说，乌克兰正在和他们最大的威胁俄罗斯作战，显然他们能够负担更多军援。如果欧洲拿出 GDP 的1%来援助乌克兰，即1800亿欧，将直接超过俄罗斯透支挤出的1450亿欧元的军费。
而弹药火力充足的乌克兰完全有能力在局部形成战略优势。然而，无论是美国和欧洲，都对乌克兰的支持采取了保守态度。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射程应该足以让俄罗斯试图寻求和平。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在关于远程武器解除限制问题的视频采访中表示，我们目前没有新的消息可以公布。9月17号，以色列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破坏了真主党的通讯系统，造成了超过4000名成员伤亡，其中包括12人死亡、400人受伤、500人失明。这一行动被称为“蜂鸣器”。经过5个月的准备，对真主党造成了重大打击。据悉，这次袭击的目标是真主党成员使用的金色阿波罗 AP924 型号传呼机。由于担心以色列的监听，真主党成员普遍使用这些传呼机作为通讯工具。这些传呼机具有长待机时间和防水防尘功能，非常适合在恶劣环境下使用。以色列的攻击方式结合了网络攻击和微型炸药，截获真主党的供应链。以色列情报机构在传呼机中植入了装有爆炸物的电路板，这些电路板可以接收远程信号。在行动中，以色列通过网络发送信号，触发了传呼机中的20克 PETN 炸药，这是一种极其敏感的高爆炸药。对于这次事件，哈马斯表示这是一次升级，并声称这将导致以色列的失败和战败。联合国黎巴嫩事务特别协调员普拉斯哈尔特则表示，这是冲突中令人极其担忧的升级。美国方面则声称并未参与这次事件，事先也并不知情，并呼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势。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亚曼尼在事件中受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观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没有直接评论这次爆炸事件，但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已经与高层官员会面，评估局势，并强调以色列将继续保持警惕，不会有任何政策改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爆炸的传呼机品牌金色阿波罗是一家台湾企业。在爆炸事件发生的第2天，金色阿波罗董事长许清光表示，发生爆炸的这款呼叫器并不是该公司生产的，而是在黎巴嫩境内一家名叫 BAC 的公司生产的，只是挂他们公司的 logo。他们的老板叫 Tom， 一开始确实从台湾进口了一些，但很快就买了技术，开始自行生产。台湾金色阿波罗跟对方已经合作2年，每台金色阿波罗都可以抽成，所以他确定100%不是台湾制造。这位老板激动地表示：“他们害死我了。”9月15号，以色列中部地区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起因是一门来自也门胡塞叛军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这枚导弹最终落在了特拉维夫附近的空旷地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在内阁会议上誓言要进行报复。内塔尼亚胡在会议上明确警告胡塞武装，任何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将面临沉重代价。以色列军方最初报告称，这枚导弹在9月15号上午6点35分落在了无人区域，但随后的调查显示，导弹可能是在空中解体，其碎片散落在了田野和火车站附近。该火车站距离特拉维夫约20公里。在这次事件中，有9人在紧急疏散至防空设施的过程中受伤了。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导弹袭来时，他们启动了箭式高空拦截系统和铁穹短程拦截系统，应对可能的威胁。目前，军方正在对拦截效果进行详细审查。胡塞叛军不久后承认了对以色列中部的导弹袭击。该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宣称，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新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在短短11分半的时间内飞行了2040公里，首次成功深入以色列境内。这一声明如果属实，将标志着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同时也为以色列的国防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对此次事件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未来的防御策略和可能的报复行动。这一事件也再次凸显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明显，一穷二白的胡塞武装根本没有能力独立制造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导弹大概率还是抵抗之虎老大哥伊朗提供的。恰巧第2天，我们的老朋友绍伊古再次突袭伊朗。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绍伊古在9月17号对伊朗进行了突击访问，这是继俄罗斯近期访问叙利亚和朝鲜之后的又一重要外交行动。绍伊古在德黑兰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安和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举行了会晤，并传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未说明的信息。俄罗斯的这一系列外交动作显示了其在非西方盟友中寻求军事合作和支持的决心。绍伊古的访问是在伊朗最近向俄罗斯支援了200多枚法塔赫360导弹的背景下进行的。国际战争研究所指出，在中东地区，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尤为重要。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它与俄罗斯的合作不仅能够增强双方的安全合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加上朝鲜等国的关系，构成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战略布局。而乌克兰自然也不可能坐视俄罗斯染指中东。在9月17号的一位了解叙利亚北部情况的人士向该通讯社透露，一名由250名乌克兰军事顾问组成的团队已经到达了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目的是对某些反政府武装团体进行无人机制造和改进方面的培训。该报道引述了这位知情人士的话，他表示，经过核实的信息确认，有250名乌克兰军事顾问已经抵达伊德利卜，他们被部署到了伊德利卜市及周边吉斯尔舒古尔地区的相关设施中。此外，该人士还指出，在美方的协助下，基辅正在积极地对某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团体进行新技术培训，以提升他们制造无人机的能力，并计划在未来在叙利亚对俄军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这位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在新型无人机生产技术经过测试和调整之后，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成员在1个多月前对伊德利卜进行了数次访问，目的是为了策划对俄军的攻击行动。乌克兰和美国正在将部分军事行动从乌克兰转移到叙利亚，目的是为了在叙利亚对俄军形成新的军事压力。看来，俄乌冲突的战火已经一路从东欧烧到了中东，美国和欧洲还想置身事外，隔岸观火，恐怕不太可能了。因此，大兵猜测，近期北约国家可能会对乌克兰的态度发生变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臭鼬工厂在最近一次空军与太空力量协会的主要年度会议上透露，该公司在美国空军协作战斗机无人机计划的第一批增量中未能成功，这标志着一个高度保密的设计项目的失败。面对未来，洛马公司预计将围绕更具成本效益和可能倾向于消耗性的提案来发展后续的 CCA 增量，以支持高损失容忍度的作战概念。美国空军正在寻求平衡 CCA 的能力和成本，这对于在高端战斗中取得胜利至关重要。4月份，空军宣布已经选择了 General Atomic 和安德里尔继续进行 CCA 计划的 Increment One。尽管空军仍在完善其要求，但预计会有多个后续增量。目前的预期呢是，任何类型的 CCA 都将与载人战斗机密切合作，并在人类操作员的直接监督下工作。洛马公司的副总裁兼高级发展项目总经理约翰·克拉克在会议上讨论了 CCAS 和其他发展项目。他提到了臭鼬工厂的 Increment One 产品具有超出要求的隐身性，因为作战分析认为需要建造对空军长期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克拉克也承认，未来空军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更消耗性的设计方案，以适应可能的高损失率。此外，克拉克还提到了臭鼬工厂在2022年公开的未来载人无人编队愿景，包括多层无人机，其中可能包括非常低可观察隐身的类型。而 General Atomic 和 Anduril 目前正在研究的设计都具有隐身特性，但是没有达到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B-21 隐形轰炸机那样的隐身水平。在 Increment One 的失败可能会影响其对后续增量的策略，公司可能会更加关注成本效益和消耗性设计，以适应空军的需求和预算限制。同时也反映了美空军在追求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在考虑到成本和作战效率的平衡。
美空军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超过60亿美元，用于 CCA 计划和相关项目，以加速推进这一项目的发展。根据台湾2025的防务预算文件，台陆军计划从明年起到2028年投入8亿3600万新台币，用于研制新型加农炮管，以供现役的 M60A3 坦克使用。这项升级计划旨在提升坦克的引擎、火控等系统性能，确保这些坦克能够适应现代战场的需求。在2022到2026年间，台湾军队将分批接收美制的 M1A2T 坦克。这款装备保留了120毫米口径主炮的先进装备，将成为保卫北部地区的关键力量。M60A3 坦克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军队服役，至今已经有约30年历史。为了延长其使用寿命并提升性能，军队正在进行引擎、火控和炮管的延寿与性能提升项目。去年，陆军已经编列了4亿4401万新台币的预算，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坦克火控、射控和观瞄系统的研制工作，预计将在明年完成。然而，部分网友却抱怨M60巴顿作为一款在1957年服役的坦克，升级性能有限，与其浪费预算修改改，不如直接采购新战车。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